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关心。最近我休息了一段时间，所以频道大约停更了有20几天。但在休息的这段时间呢，我也并没有闲着，我用 AI 做了一个加密市场的判断工具，名字呢暂时管它叫做 OpenClue。Clue 呢就是线索的意思，所以就是在加密的市场里边寻找并且追踪一些线索。今天的这期视频呢，很多的分析内容其实都会用到这个工具。那今天我们主要聊点什么呢？简单来说就3个点。第一，今天的加密市场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第二， ETF 到底和比特币的价格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它是怎么影响整个加密市场的？第三，我做的这个 OpenClue 这个小工具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它能帮你干点什么？所以这期视频一方面呢是帮大家看看整个的当前的市场状况，另外一方面呢也顺便跟大家聊一聊，介绍一下 OpenClue 背后的思路。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加密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打开 OpenClue 的首页面。OpenClue 的域名呢是 openclue.net。我们打开它的首页面，第一眼看上去是一片红色，这说明整个市场的状态不是很好。顶端呢是一句话的总结，概括了今天加密市场的整体状况。恐慌指数跌至31，市场情绪触及1个月的最低。FGI 呢从43骤降至31，已经跌破过去7天区间最低值34。这个 FGI 呢，它的意思就是 Fear and Greed， 也就是加密市场的恐慌指数，主要是指市场的情绪。它的数值越低呢，说明市场越恐慌；数值越高，说明市场越贪婪。再看整体的一个价格呢，比特币跌破了 7.8 万美元，总市值跌至了2.68万亿，较7天均值低860亿美元。其实这里边最重要的呢是最后这一句话，这不是技术性的回调，而是有明确宏观驱动性的系统性的下行。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它的意思是说，今天市场的下跌不是因为技术破位，也不是简单的短线洗盘，它背后呢有更大的宏观的原因。所以从 OpenClue 的判断来看，今天整个市场的确不太乐观。你看到这些标签，你都能看到风险厌恶，然后是情绪触底、宏观压力、机构的流出。然后点击这个完整的洞察，我们可以看到详细的分析结果。我们等一会儿再去看。先来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下面的这一块呢是 OpenClue 的一个核心的功能，单币的观点演化追踪。目前呢这里边有7个资产，有比特币，有以太坊，有 HYPE、Solana、陶、ZEC， 还有狗狗币。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比特币，比特币今天的观点呢是谨慎看空。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对谨慎看空的一个简单解释。如果你想看完整的解释的逻辑，就点这个查看详细报告。那么这里还有一个观点的转变报告，那它是什么意思呢？昨天我们看到5月16号，比特币的观点是中性，也就是说不看多也不看空。但是今天呢，它的观点已经转变为谨慎看空，所以这个观点转变报告就详细了解释了为什么观点从昨天的中性转变为今天的谨慎看空。那么这些圆点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过去30天或过去90天 OpenClue 对比特币市场观点的一个追踪。也就是说，它不只告诉你今天市场的观点到底是怎么样的，它又告诉你过去一段时间市场的判断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化的。你会发现，虽然今天的比特币的观点是谨慎看空，但过去20几天整体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偏看多的。所以
这2天的变化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每一个原点呢，其实都是可以进行点击的。你点击某一个原点以后，首先你会看到一个基本的当日的完整的论点，然后你点击这个查看当日报告，你可以看到更详细的。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漂移的原因，也就是说这一天它的观点从这个谨慎看多转变到了看多，那它的观点的漂移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再往下看呢，是市场体征今日的判断依据。上面的这些结论呢，部分的原因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些市场的体征。当然每个币都有每个币单独的信号分析，这里边的每一个卡片是基础的 base 的市场的信号分析，它们会影响所有的币。比如说这个加密市场的走势值，我们打开去看一看，你会看到当前是 2.68个 T， 24个小时变化是负的 2.83， 7天负的 3%， 30天 0.91%。 我们点回去再往下看，是今天最重要。那么今天最重要是什么呢？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比特币 ETF 的机构资金全线撤退，市场呢从等降息转向压住加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面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市场是否已经进入熊市的周期，还是说是宏观调整当中的正常回撤？那这里边呢有几个选项，选项 A 是进入真正的熊市了，通胀高企，加上机构撤退，加上杠杆爆仓，比特币要跌到5万美元附近才有底儿。那么我觉得比特币是不会跌到5万的，所以我不会选这条。那么 B 呢是说只是宏观的调整，等美联储官员一句安抚就能反弹，比特币会在 7.5 万到8万区间反复震荡。这个我倒觉得更接近现在的现状，因为市场确实是变弱了，但还没有到彻底崩盘的程度。那比特币在7万到8万美元之间反复震荡，我觉得是有可能。选项 C 呢是通胀数据可能反转，加息预期被高估了，现在抄底反而是机会，下个月可能看到反转。这条有点太乐观了，我会选择这个 B。也就是说现在呢它更像是一次宏观压力下的一个调整，不是马上进入深熊，也不是马上反转暴涨。好的，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完整的这个分析报告，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完整洞察，或者是点击这个今日洞察，进到下一个页面。首先呢，你会看到 AI 给出了一个结论，通胀加息预期重击市场，比特币跌破 7.8 万美元，短期不易追跌，也不易抄底。这句话呢，其实已经把今天的核心判断给说出来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市场全面转向下跌，它不是小幅的调整，而是有明确的宏观驱动的一次真实下行。那它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支撑真实下行这个判断呢，有3条证据。那第一呢是宏观压力是主因，顶级经济预测机构预计美国第2季度通胀率将升到 6%， 市场已经从等降息转变为压住加息，这个意味着资金成本会更高，而且它是对所有的风险的资产，包括加密货币，都有直接的压力。那么这里呢，我们就需要去验证一下，看看美股它是不是也是在下跌的。我们进到美股里边，你会看到纳斯达克5月16号下跌了大约-1.5%，那么还有 S&P 500的走势呢，跌了大约1.24%，都是在下跌的。这个就说明了压力不只是出现在加密市场，美股呢同样的风险资产也在同步承压。我们再回到这个今日洞察里边，那么第2点 ETF 数据证实机构在撤退。5月15号 BTC 的 ETF 12只全线流出，合计净流出达到了 2.9 亿美元，其中的最大的 IBIT 单日流出达到了 1.36 亿美元。ETH 的 ETF 已经连续5天净流出，然后14天累计流出达到了 2.17 亿美元。它的结论是机构买盘不是在观望，而是在主动的离场。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因为
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比特币上涨的一个关键的支撑就是 ETF 带来的机构买盘。如果 ETF 持续的流入，市场会觉得长期的资金在托底儿；但如果 ETF 开始连续的流出，甚至出现全线的撤退，那市场的情绪就会明显的变弱。关于 ETF 呢，我们等会儿会单独的去展开去聊一聊它。所以这里呢就先不多说了，我们继续看第3点，杠杆爆仓放大了跌幅。过去24小时，加密市场多头爆仓超过了5亿美元，这个说明昨天的反弹很大程度上是杠杆资金撑起来的。一旦宏观预期转向，这些高杠杆的仓位就会被强制平仓，而强制平仓呢会进一步带来卖压，所以跌幅呢就会被放大。这个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市场看起来只是一个消息的刺激，但价格呢却会突然跌得很快，因为背后呢它有杠杆的连锁反应。这里呢 OpenGlue 还给了一个留意的信号，比特币主导率 58.3% 仍处于过去7天区间的一个高位，说明资金还没有从比特币大规模出逃，只是整体在收缩。那么加密市场的波动率 DVOL 只有 40.76%， 仍处于一个平静的区间，而传统市场的 VIX 已经升到了 18.43%， 两者的比值 2.21， 低于平均水平。这里的 DVOL 和这个 VIX 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过我之前讲过的那期流动性的视频，你就知道他们是通过期权计算出来的市场的恐慌指数，非常具有参考意义。这里面谈到的两者的比值 2.21 低于正常水平，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加密市场的恐慌程度还没有完全跟上传统市场，后续很可能还有补跌空间，但也意味着目前没有出现极端的恐慌性的抛售，所以接下来呢一定要小心了。那么接下来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如果下周一比特币 ETF 再次出现大额的流出，说明机构撤退在加速，比特币可能进一步下探到 7.5 万美元附近的支撑位。如果通胀数据或美联储官员发言进一步的强化加息预期，整个市场的压力会继续加大。反过来，如果油价因伊朗的局势缓和而回落，或者是美联储官员出来安抚市场，有可能出现短暂的喘息的机会。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最关键的变量不只是比特币自己的技术走势，而是3个东西：通胀、利率的预期，还有 ETF 的资金流。这3个东西才是接下来几天最需要观察的核心指标。再往下看呢，就是宏观的要闻，还有关键的新闻，你点击这些链接都可以进去看一看。再往后翻呢，这里边还有昨天的报告，5月16号，还有在之前的报告，5月15号、5月14号。我们看一看5月16号的一个报告。那么这一天呢，你会看到观点是小幅回稳，但还不能说是真正的反弹。那现在回头看呢，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准的。而且呢，昨天呢，他还提醒了一个需要警惕的信号：30年期美债收益率破 5.1%， 加上市场对新任美联储主席沃尔什上任之后通胀判断的担忧，意味着降息预期在进一步的推迟。这一点呢，也和今天的市场变化对上了。所以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OpenGlue给出的今天的市场的结论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这句话：今天市场全面转向下跌，它不是小幅的调整，而是有明确的宏观驱动的一次真实的下行。而支撑这个论点的证据呢，主要有3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一条 ：ETF 数据证实机构正在撤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到 ETF 的板块里面去看看真实的资金流动到底是什么样的。OpenGlue 里边的 ETF 的数据呢，主要的数据源是发赛的，同时呢 Social Value 作为一个交叉的参考。那么你会看到5月15号当日的净流出是 2.9 亿美元。那过去14天呢，
有多少流出呢？是3.63亿美元，其中最大的流出的一天是5月13号，单日净流出达到了6.3亿美元。不过你也不用太悲观，如果我们把时间线给它拉长，拉到30天，你会看到过去的30天累计的净流入其实是正的12.9亿美元。这里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 ETF 的流入流出真的和比特币的价格是相关的吗？比特币这次下跌有没有可能只是散户在卖，或者只是现货市场在抛售，又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原因？那么这张图资金流相对价格的背离分析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你会看到这张图中里边它有4个象限，横轴呢是 ETF 资金的流入和流出，中间呢是0，往右代表的是 ETF 的净流入，往左呢代表的是 ETF 的净流出，纵轴呢是比特币当天的价格的涨跌幅，中间是0%，往上呢代表了比特币的上涨，往下呢代表了比特币的下跌。图里边的每一个圆点就代表了一天，也就是说每一个点都在告诉我们当天 ETF 的资金是流入的还是流出的，同时比特币的价格是上涨还是下跌的。如果我们打开这个5月15号的这一天的这个点，你会看到当天 ETF 的净流出是2.9亿美元，同时呢比特币价格下跌了2.45%， ETF 是流出的，比特币的价格是下跌的，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管它叫做共振下跌，也就是说资金和价格在同一个方向上变弱了。再看整张图里边的小点的分布，虽然有一部分点落在了背离的这个象限里边，也就是说 ETF 和价格的方向不一致，但大部分的点是集中在2个区域，要么是 ETF 的流入，比特币上涨，要么是 ETF 的流出，比特币的下跌。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说明 ETF 的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和比特币价格之间的确有着非常强的相关性。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关注 ETF， 因为现在的比特币的市场已经不是散户和交易所现货在决定价格了， ETF 带来的机构的资金正在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那么比特币 ETF 到底是怎么影响比特币现货的价格呢？简单来说，它不是凭空影响价格的，它背后呢有一整套的机制，叫做申购、赎回和做市套利。你可以先简单的理解成一句话：比特币 ETF 会把美股市场里的买卖需求传导到真实的比特币的现货市场。当 ETF 持续流入的时候，背后通常会带来新的现货的买盘。当 ETF 持续流出的时候，背后呢也可能带来现货的卖压。所以 ETF 的资金流向会直接影响比特币市场的供需。当然它不是唯一的因素，比特币的价格最终还是由整个市场共同来决定的，包括宏观的环境、交易所的现货、合约的杠杆、链上资金，还有市场的情绪等等等等。但 ETF 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观察窗口。关于 ETF 到底是如何影响比特币现货价格的，它的机制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其实可以单独的去做一期视频。好的，最后我们回到这个 OpenClue， 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它背后的思路到底是怎么样的。加密市场每天呢，其实都有大量的信息在变化，比如说这个价格的波动、ETF 的资金的流向、链上的数据、宏观新闻、项目进展等等等等，信息很多，但噪音也很多。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你很容易被各种的情绪、喊单、热点，还有所谓的这个财富密码给带偏。而对于有经验的来说，你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把很多不同的数据和信息放在一块儿，你去分析，最后呢，你才有可能得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呢，你也有可能会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所以呢，我就一直非常想做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可以自动的去追踪主要的加密资产，
把分散的市场信号整理成非常清晰的研究观点，并且持续的，关键是这个持续的记录这些观点它是怎么变化的，这个就是 OpenClue。不过这里要特别的说明一下，OpenClue不是预测价格，也不提供任何的买卖建议，它更像是一个市场的研究的助手，帮你更加清楚的理解整个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整个市场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对于刚进入加密市场的新手来说，你可能不太懂这张图，但是没有关系，我在网站里面整理了一个学习的目录，你点击学习，你可以进去。我把过去的一些入门的视频也放在这里，你可以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看起。但是我其实更建议你，如果你进来了以后，你先看这个揭秘骗局，因为进入加密的市场，第一件事不是说赚钱，而是要先保护好你自己。你别一上来就先被一些什么烂币啊、假的项目啊、钓鱼链接、各种骗子给收割了。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所有的内容。我们简单介绍了 OpenClue 这个工具网站，这个网址呢是 openclue.net。第二呢，今天的市场的一个状况，主要是这句话：今天市场全面转向下跌，不是小幅的调整，而是有明确的宏观驱动的一次真实的下行。那么第三呢是 ETF 的这张图，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 ETF 和比特币真实的价格之间有着非常强的关联。下期呢，我们可以专门来介绍一下 ETF 的机制，它是如何影响比特币现货价格的。好的，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也希望 OpenClue 能够帮助到你。我也会持续的去优化 OpenClue 这个网站的。同时呢，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就在这里。好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谢谢，再见。